你们可能有所耳闻啊，我大胖媳妇这次感染的是屁猪，然后我爸呢前2天就惦记孩子，就不放心，就非要过来照顾我们。老头就正好赶上了他姑爷1天500响不敢见明火这2天，到俺家就晚上，我爸直接上床睡觉了，晚上12点咔给老头震醒了。我说咋的了爸？睡毛愣了。我爸说哎呀妈，我听这声我以为接神了呢。我爸都不敢喘气儿啊。大胖媳妇还说爸爸你的脸都紫了 ，why？ 我爸说那不因为你毒猪吗？还 why？ 你是阿猪，我是阿紫，你是阿猪，我是阿紫。然后这2天不就慢慢恢复了吗？就肯定不是像当时500响接神那种感觉了，但是他恢复期呢，就像初3、初4那种鞭炮，哎，就是不密但是碎，不响但是脆，这还都没啥。最气人的是啥呢？你说他有礼貌吧，他1天叮咣放，一点不觉得丢人；你说他没礼貌吧，那外国人打完嗝放完屁之后还都说一句 excuse me， 然后后来自己还给翻译过来了，就打扰了，一天到晚就是哦 excuse me， 打扰了，打扰了，哦 excuse me。打扰了，打扰了。Excuse me， 打扰了，打扰了。给我爸气的。来，你打我。哎，你别打扰，你直接打我，来往这儿打。然后呢，我爸也阳了，老头挺委屈的。我爸说出去都丢人。我一铁岭，人家问我咋被加拿大病毒入侵的，我说我是被洋火点对点熏的，点对点熏的。对我爸的摧残还有呢。就这些天以来啊，每天早上我们全家人都测一下体温，就大概8、9点钟吧，都测一下。大胖媳妇呢先测，她是在嘎吱窝这测，捂得老严了，测3分钟，然后测完呢就放回那小玻璃盒里，拧紧，真空盖好。然后接他的呢，一般都是我爸，但是我爸呢，他放嘴里，我爸也不知道这体温计之前都经历过什么呀，就直接放嘴里，连着3天。我爸就说：“哎呀，我这嘴里啊，尤其是早晨8、9点钟那阵儿，不是味儿啊。”我说是阳了的味儿。我爸说不是，就是羊味儿。哎呀，就是一吧一嘴犯恶心。哎呀，那味儿成了迷魂了。尤其是早上8、9点钟那阵儿。终于有一天早上，我爸观察这体温计，才知道每天进他嘴之前，大胖媳妇放嘎吱窝3分钟。我爸都想削他了。你自己有多山不知道吗？哎，你说你这人平时我也没看出来你有多细心，那怎么从嘎吱窝抽出来体温计，在盖盖的时候，那盖儿怎么盖的那么严实呢？左掀了都，左掀了都。我说爸别生气，咱家直接换体温枪。他嘴里有味儿，你赶紧给他整点好喝的，你给他润润。爸，这是巴贝的哔哔的巴哔哔哔哔哔枇杷露，枇杷的。你告诉他同仁堂老字号啊，是当然他的。你给他倒点，直接送进屋喝去吧。加点冰，加点冰，不要，弟弟下一个。干杯！哎，那给你姥爷的呢？没有。我婆婆招待了最好的朋友来她家吃中国饺子，结果包个饺子把家里现金流都包乱了，现在连超市都进不去。我婆婆最好的朋友奶奥米从加拿大东海岸大老远过来西海岸来找温迪。奶奥米刚来，温迪说今天立冬，我儿媳妇说今天得吃饺子，你跟我们一起包。结果可怜的奶奥米跟温迪一家包了1个下午，耗时3个半小时，一共包出来17个，就6个能吃。他们到底是咋包的呢？还真是我妈教的。我妈告诉温迪说，包饺子这个事儿啊，一定要有生产线，擀剂子、擀皮儿、塞馅儿、捏饺子，提前分好，流水线得走起来才能快。他们呢真是认真听的，分工无比明确，非常用心，以至于擀剂的时候先擀好了，揉成了数个小面团，放在了饭盒里，万事俱备，准备开包。但是加拿大的生产线它的确不一样啊！注意看，画面里的女人叫小温，她是生产线上第1个上线的人。温迪第1个上来，她依次完成了皮儿、馅儿、皮儿馅组装3个步骤。接替她的是她的老公布莱恩，再接下来上场的是她的大女儿，最后上场的是小女儿。然后温迪返场，再从生产线的开端进行循环。我妈说的生产线，它真的滚动起来了，但让人没想到的是，滚起来的是人，而不是线，而不是线。3个小时过去了，奶奥米连口饺子汤都没喝着，看着外面逐渐黑去的天，奶奥米明白了，这饺子立冬肯定是吃不上了，立春都够呛，给奶奥米饿的呀。当天晚上改签回加拿大东海岸发育区去。温迪还想挽留着你，再等等，怎么不进饿呢？我说温迪啊，人家奶奥米是加拿大极为稀缺的印第安土著，这个血统在加拿大一共没剩几个了，要指你的饺子，那还得少一个，还得少一个。结果我们的温迪晚上在生产线上坚守太久，腿都抽筋了。我说这个年纪女性啊，容易缺钙，要注意保养。给你买了盖尔奇铂金液体钙，钙 DK 配方，这个 VK2 是钙有效吸收关键，小胶囊好吞咽，液体配方吸收也快，补钙不荒废，走遍中国都不累。这都不算啥，最好笑的是啊，温迪听说去年早达在铁岭吃饺的时候吃着硬币了，说这个是发财和幸运的好兆头，他没吃着，还挺遗憾。这次轮到他家包饺子了。他家也都想争这个好彩头，就非要也往里放硬币。家里把所有人的兜翻1遍，一共5块5面值的硬币全放里头了，一共包好30多个，没舍得吃，全冻起来了，留着以后慢慢吃。结果第2天全家去超市，他们都已经上车出门了。尼寇突然说，超市门口那个手推车的往里塞硬币才能用，谁有硬币呀？那我硬币搁饺子里呢。布莱恩说，我的也搁饺子里呢。温迪一摸兜，so do I 呀，完了，咱家硬币所有家底都搁饺子里呢，都搁饺子里呢。于是马上掉头回家画饺子。布莱恩捧着饺子说，画哪个呀？温迪说，我哪知道啊，咱家也没有吸铁石，那咋整？都画了呗，超市要关门了。最后发现这饺子它包的慢，画的更慢。温迪急性子，直接把冻饺子都煎了。但是问题来了，当时塞了5块5，一共找出来4块5，饺子这4个人都吃了。
那现在这1块钱的赃款，你猜它到底在哪里？这外国人怎么处理亲戚借钱这个难题？他出其不意的处理方式非常值得大家学习。俺家外屋亲戚这2年贼爱借钱，是我隔一层的表弟，就是表弟，也不知道这2年是沾染了什么东西，管俺家好多人都借过钱了，也不还。我妈就提醒我11你们回来，整不好管你们借。那大胖媳妇虎了吧唧的，我得提前打个预防针。我说这个人啊，如果单独找你，你都别等他张开他的嘴，你上来先说自己穷，别给他留机会，你就往夸张了说，你就说你工资不够活，你媳妇买房没钱挪，翟耀达爱炒股，张大铁爱赌博，爱人垃圾吧，就卖惨，懂不？他说行，我记住了，但这人是谁呀？我当时就英语水平在那一刻也蒙住了，我就想，你说这远房表弟怎么说呢？远就是 far away 表弟就是遥远的表弟嘛，差不多意思。大胖媳妇说明白了，我知道那个遥远的表弟。然后放假了，我们就带着探险社干干爽爽回家了。回到铁岭，我的 far away 遥远的表弟欠太多人钱了，压根就没敢来，我心就放肚里了。我没想到人家大胖媳妇认错人了，冲着我那无辜的正常表弟一顿哭穷，给我表弟彻底哭懵了。吃饭间隙，大胖媳妇突然过来给我按摩，接按摩的动作偷偷在我耳边说：“现在吧，出现一个特殊情况，我这穷哭的可能有点太真了。你表弟刚才借我1万块钱，借我1万块钱。我说发生了啥呀？他说你不让我哭穷吗？我哭的老真实了，我自己都觉得我穷的可怜。你表弟1分钱没敢管我借，直接支付宝给我打1万。我说啥玩意儿啊？他说你不是说就他瞎借钱吗？我说那个是 far away 表弟，遥远的表弟。他说对呀，他在深圳工作嘛。那这桌另一个表哥在沈阳，那他肯定不遥远呢。大胖媳妇说那我现在就把这钱还他呗。但是我呢又不太想让所有家人都知道我没事在家跟我老公偷偷说那个表弟的坏话，所以我说你一会儿不是要跟我这个表弟去搓澡吗？你跟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误会解释一下，然后你把钱还他。我来姨妈就不去搓澡了，正是多的时候。没看见吗？我随身携带太阳社，深藏不露，吸收量大不侧漏，直接吸到底，表面干爽很有实力，出门穿着不闷热，没啥存在感，包装人性化，开启之后可密封，卫生又方便。然后他们就去搓澡，我表弟搓完澡去汗蒸房了，大胖媳妇搓完澡奔着汗蒸房就去了。进去之后，大胖媳妇朝着一个跟我表弟身材很像的东北大哥就骑上去了。干啥呀？那大哥一顿挣扎，你干啥呀？大胖媳妇跟人说别吱声，我是你姐夫，姐夫错了。人大哥好像本来就点了按摩，但是没想到技师这么沉，大哥继续挣扎。什么玩意儿？谁是我姐夫？大胖媳妇，我就是你姐夫，别吱声。1万块钱我现在转给你，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大哥居然不挣扎了，大哥确实也想听听为什么。这时候我表弟进屋了，大胖媳妇发现错了，太尴尬了。大哥还问他呢，来，你告诉我为什么？大胖媳妇灵机一动，假装自己是按摩技师，妈呀妈，赶紧滚！OK，跟大哥说，那个我按完了啊，来看一下手牌，看一下手牌。然后蹭一下就跑了，还问我表弟呢。哎，你俩跟他长一样呢。结果好巧不巧，洗完澡出来在楼下等车的时候又碰着大哥了。大胖媳妇再一次陷入尴尬，这回更尴尬，咋整呢？他又灵机一动，那只有继续装工作人员了。哎呀，我婆婆这想念中餐，想念的不行不行的，但是嫌这个中国餐馆太贵，还舍不得去。以前我去呢还能露两手，现在也没有这待遇。所以前2天我母亲节嘛，我小姑子给我婆婆送了一个礼物，炒菜鸡，因为他们不会做中餐嘛，就用这炒菜鸡来做中餐。结果一家人全员出动，在炒菜鸡面前站倍儿直，炒了一个毛菜，累废4个人，最后炒出那盘菜吧，就怎么形容呢？就感觉是那个东北烂炖吐了似的。这个炒菜鸡吧，咱也不知道是谁发明出来的，它是这么用的，就你选择你做一个菜，我婆婆选的是西红柿炒鸡蛋，完事儿呢，告诉你需要准备什么食材。西红柿、鸡蛋，然后呢，告诉你准备什么调料，还不用一个计量单位，就酱油15毫升，蚝油15毫升，糖10克，葱花10克。这个环节就已经难倒了我婆婆一家人，因为没统一度量衡啊。那以前我说，那你拿量杯来回就换算上秤，然后你这食材你都准备好了放手里呢，你炒菜鸡说，哎，你现在放啥？你呱你就赶紧放进去。你炒菜鸡还是挺要强这么一个人，他要说20秒之后放酱油，你要没放就嗷嗷响。哎妈，这给我婆婆紧张的，生怕出错呀，就演练好几回呀。最后就是排练的队形，我公公站在最右边右1，手里拿着酱油；我小姑子站在右数第2个右2，手里拿着蚝油；我婆婆站在最中间，手里拿着一盘糖；我老公站在最左边，手里拿着葱花、葱瓣缕。完事就开始炒了，哎呦我的妈，那紧张的跟军训似的，那锅就是教官。西红柿炒鸡蛋1连2拍，炒菜开始，快速，酱油、蚝油、糖、葱花，报数完毕，准备开炒，放大上。20秒之后，离场，放酱油，酱油在最右边公手里，所以全家找酱油，香要看切，酱油找着切看，葱要往左紧密靠拢，好里边，好放完酱油了，好上，等20秒，20秒到了，好离场，放蚝油，蚝油在哪呢？蚝油搁谁那呢？蚝油是哪个？什么是蚝油？香做香油看切，警报要响了，我小姑发现啊，我是蚝油，好归队，香着看切，放蚝油，好再等20秒上。20秒之后放葱花，谁是葱花？大胖媳妇是葱花，香着看切，葱花来了，向前看，好放上。
哎呀妈，这紧迫感给这家整的，这菜炒的贼难吃，完焦虑症全整犯了。我说你这就给你炒疯了。那你看这菜谱还给外国人看的呢，那你要是看中国人菜谱呢？开始腌肉，爆椒丸腌多久？腌至入味。炒鸡蛋，爆椒丸炒多久？炒散。好，等待一下，稍息。爆椒丸稍息多久？稍息片刻。等待油温8成热。爆椒丸什么是8成热？7成热和9成热之间就是8成热。放料酒，爆椒丸放多少？酌情放。开始翻炒，爆椒丸翻炒多久？炒至变色。爆椒丸变成什么色？深色。稍息。